好，因为说要改组了，行政院了啊。那卫福部长邱泰源他拒绝辞职嘛？哦，为什么？因为这是蛮怪的。哦，就说以前如果改组就改组，要你来就来，要你走就走。他这次都要先写一个辞职信。哦，所以呢，你看之前这个经济部长写了一个辞职信，速发部长写了一个辞职信，教育部次长写了一个辞职信，这很奇怪，每个难道都要辞职还？我改组我不一定要你辞，我要你就要你，不要就不要你，这是这个行政院的权利啊。但他就要写辞职信，那意思就好看一点了哈，不是我们叫你不干，是你自己不干啦，因为家庭关系啦，因为身体关系啦，因为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啦哈，要回学校了等等。但是邱泰源呢，不肯写辞职信，哦。那卓荣泰就说，正式人事昨天才开始啊，哦，本周会完成，意思就是说，那些人要辞职，并不是我们叫他辞职的、啊。但是奇怪呢，哦，上礼拜我们就讨论，2个礼拜以前，行政院就决定经济部由龚明鑫来接了。那奇怪，难道2个礼拜以前，那个时候，这个经济部长郭智慧还没有写辞职信呢、啊，都已经找人了，他不写他怎么办呢？哦，那所以呢，是不是要求邱泰源请辞，被他拒绝了？行政院说，我从来没有要人交辞职信了，哦，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哦，那邱泰源回应很简单，谢谢大家关心，哦，也不告诉你到底有没有要求，哦，那这个有医生说邱泰源贡献很多了，放消息的人太可耻了，啊、哦，那另外呢，环保部环境部彭启明说呢，上头有交办自己很多工作，所以意思说我会继续干啊。哦，那另外呢，至少知道的财政部长国发会主委，还有呢金管会主委是留任并没有动啊。那联合报的社论是32-0政府人事布局岂能如此摆烂啊？就是说呢，布局搞了半天换汤不换药，小动几个人，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问题是大动赖清德肯吗？卓荣泰肯吗？对不对？照理讲，卓荣泰自己应该请辞啊。哦，但是他自己也不请辞啊，哦，然后呢，还就是换几个部长有用吗？能够改变内阁的形象，能够改变内阁的做法吗？我们看一下。特别指示我来这边参与这样的盛会，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秘书长有接获就是有可能要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吗？已经获得征询了吗？谢谢。准备怎么样来带领经济部的？首波改组传出最快25号就会调整，被点名可能要下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22号遭约见后，有消息人士透露，他至今拒绝发出请辞信，继续求见赖总统。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谢谢大家的关心。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都是传言，不是事实。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次长急着帮部长喊话，毕竟传出邱泰源没点头请辞是新内阁进度卡关的原因。但卫环立委陈昭姿认为，除了部长，2位卫福部次长也不适任。如果老是那些这个在粉专搞不清自己的角色随便发言的这个。那些人选更不愿意乐见如此，内阁改组，内阁总辞，然后重新来过。这个礼拜内，我一定会完成新的内阁人事、重要的内阁人事的调整名单，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卓院长说，最快本周就会宣布新内阁名单。如今除了郭智辉、数发部长黄燕南请辞，确定会换人，传出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俭还有刘德金都将异动。国发会主委刘敬清也在评估名单，但他仍在日本，预计26号回国。但财政部长庄翠云则可能留任。部长确定？不好意思，谢谢。823大罢免后，面对朝野气氛紧张、内外关税交迫，如今内阁改组真的箭在弦上。很明显。其实我从在野党的角度包括现在民党经过2次败选，对在野党来角度，你执政党最好都不要换，内阁不要改组，你强烈路线就维持这样子，你民党就会一路输下去，从726、823，甚至明年县市长选举会一路败到总统大选。可是如果民党路线维持不变的话，内阁这样维持这种强硬路线的话，对国家老实讲，对国家不好嘛。就以最简单来讲嘛，民党的执政路线的矛盾嘛，普发现金1万块给，军人加薪3万块就不给，这讲什么道理嘛？所以这不是地方议会跟立法院的关系哦，地方议会是依照地方自治法，我们是没有立法权哦，我们只有修改地方自治县市的自治法规而已哦，我们对县市政府是没有强制权哦。那行政院是向立法院负责，是宪法规定的职权，只要通过的法律案，行政院行政部门是要依规定哦，依法行政哦。
啊，所以你为什么普发现金一开始说违宪，后来就缩回来了，就普发现金了？那你3万块为什么不给？而且这从法律上说不通，有提案，政治上也说不通嘛。啊，民进党攻下想多少抗中保台嘛？抗中保台谁抗中站在第一线？国军呢？15万国军在第一线最辛苦，不要讲说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啦。国军是捍卫国土第一线，那连给他们钱都不愿意。然后民进党赖清德讲说什么提升国军的尊荣，只有在93军人节限定版升级商务舱，这讲不通嘛。所以民进党的这种施政毛政太多了啦。所以是这样。着内阁不是只有内阁改组而已，内阁改组也不是唯一的解方，他必须找到解方，是施政路线要改变嘛。赖清德从去年520就开始在对抗国会嘛，他说多数要服从少数就摆在那里嘛，就在对抗国会嘛。如果这种路线不改变的话，内阁再怎么换都没有用啦。所以最后是这样子啦。如果你真的要换内阁改组的话，你除非把一些接地气的人换进去嘛。那郭智慧这些换掉之后，你能不能把一些比较有民意基础人换进去？譬如说陈其迈高雄市长你把他拿进去组阁敢吗？看起来是没有嘛。陈其迈目前不是最有声望的吗？高雄市长以前阿扁遇到政治危机的时候，不是找台南市长找那个高雄市长，包括谢长廷来组阁。那请问赖清德会这样用吗？所以是这样，民进党内部现在还在乱。那最后我再讲，外部压力是一块，民进党能不能挡住？民进党毕竟是派系控制嘛，我觉得礼拜3会看好戏啦。他们这种改革的方式能不能过王世坚这一关，大家拭目以待。立正。现在这个内阁人事的改组呢，就是在因应726跟823大罢免大失败这个赖清德政府他要去冲洗舆论，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要冲洗掉检讨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因为毕竟他也是党主席嘛，就要力求这个可不可以做这个触底反弹。但是你看这个邱泰源的反应然后看这些阁员的反应通常我们公布这个新内阁，不管这是这个行政院的内阁，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的小内阁，公布就公布啦，走人就走人啦，怎么会还有在那边大家还要读这个辞职信，读那个辞职信等等的，就非常非常的荒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好像是这个我们在劳工有这个所谓的非自愿离职就是这个劳工其实不愿意离职，但是呢，这个老板就说你就写一个离职信然后这个我还要你去签这个非自愿还要不发这个非自愿离职的证明书所以就整个赖清德政府现在就是这样子对待为他卖命的这些行政院的阁员所以等于说现在这个阁员好像是这个逃难潮逃亡潮，但是大家看得很明白，其实最想走人大概就是卓荣泰还有整个内阁。你看他那边非常无奈。其实很多一些内阁人事名单呢，上礼拜我们去录一些节目的时候，也听到大家有在讨论，就是说其实拟定的差不多了但是为什么卓荣泰还要说我还没有办法呀，还没有弄好就代表说赖清德总统跟这个卓荣泰院长他的政治处理能力就是不行嘛。不仅这个推动大罢免要去清洗全国上下这个完全的失败，你现在连党内呢这样政治处理的这个态度也都完全不行。那如果这个内阁现在有人让出位置来，是不是代表说将来要接这个内阁的人可能就是2026乔不拢的？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独家新闻就说苏巧慧大家点名他要去接这个吴思瑶干事长的位置。那我想说奇怪啦，苏巧慧这个新北市党部主委走得好好的新北市长这个选举走得好好的，怎么会要他去接这个所谓的干事长嘛？所以现在内阁的改组就是要牵动到2026，你如果入了内阁要接一些重要的党职的话，就代表说赖清德就不给你2026的机会了。休息一下回来。好，昨天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萧美琴合体，很团结那726的时候，这个蔡英文好像也发了脸书要团结那另外呢，这个蔡英文给他们蔡英文到官邸给他们打气，说台湾只有一个，要支持执政团队，为心爱的台湾来努力那民进党委员都喊说这展现党内团结，提升了士气那说呢这个会面有相当的象征性的意义了那外界有秀出蔡英文救驾的味道了好像来这个在这个赖清德面临726、823大败的时候呢，等于是来伸出一次温暖的手
那国民党就酸了，说赖清德是讨教怎么样继续飙烂车嘛？因为当时选举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飙车嘛，在路上记得吗？那个影片嘛那就是说呢，你现在飙车飙了个什么东西那另外呢，网友其实蛮厉害，网友说奇怪，修图修很厉害啊，说怎么样修图呢？刘海说你看他这个到原来萧美琴有个刘海有没有？这个没有啦。但是呢，修图的时候忘了修倒影的图了。还有说脸上的皮肤也比较白白嫩嫩的啦，比较光滑啦，跟这不太一样了。我觉得网友蛮可怕的，抓到我们都不会注意到这么细节，网友都会注意到那小笠原小笠原其实是偏民进党的啦日本的一个这个学者也在台湾教书他说看823这个结果，民进党的10年的优势落幕了。那民进党有2个优势啦，第一个就是反核嘛。第二个就是台独了。那台独当然把它转换叫做抗中保台了。一个是抗中保台，一个是这个反核。那这2个原来是有效的，现在也不是没效只是它那个边际效应递减，它的高峰效期慢慢减少了。而且呢，就像有学者讲的就是说你抗中保台也不能合理化你的罢免嘛。你的罢免不合理嘛，你再怎么合理化？这2个其实风马牛不相及嘛。说这些31个立法委员都是匪谍，都是支持共产党，那台湾早就完蛋了。但是不相信你，这已经太过头了就变成这样所以呢，优势10年也不错了，吃了10年了算是落幕了。我们看一下。站在官邸门口合影，蔡英文与赖总统和萧副总统会晤了。赖总统发文说，24号下午，蔡前总统前来打气，更针对国内外情势与小英总统交换意见，说面对接下来的各项挑战，会将人民的声音化为前进的力量，和所有人携手合作。发文1分钟后，蔡前总统也跟进，照片都是室内3人会谈场景。蔡英文说特别加油打气，并指出国家只有一个，台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团结，更呼吁为了国家能继续稳健向前，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赖总统。新任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说自己没派系，但谢系出身的他目前属英系。据了解，身兼党主席的总统726后特别约见有参与的府院机要，现在未在执政内圈的前朝幕僚交换意见，因为对比信赖至上，可量可打的牌太少。内阁调整上传出还有小英男孩之称的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将出任经济部长，而空缺的职位将由总统府副秘张敦涵接任。他是苏内阁历练栽培小英时代的文稿舆情纪要。至于在蔡英文时代受重用的援助欧盟代表李纯，渴望加入国安团队，包括国安的这个调整，如果适当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说明。答案揭晓前，拼到最后一刻，因为关键还是得看赖总统。来，凤琴。这一次我看到这个蔡英文，然后去帮赖清德打气，当然就证明了，就是说一个726，一个823，其实对民进党确实是重创，而且那个投票的意义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严峻可是呢，其实这一幕让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说团结啦，民进党重新出发啦。我觉得我可能采访新闻的时间比较久，他会立刻让我想到1997年那一次国民党县市长大败，那一次呢是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在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当中，他的得票率超越了国民党。那时候民进党得票率43%，然后国民党得票率41%。那么那时候扣除掉直辖市，剩下来的这些县市呢，那么民进党拿了12个县市，然后国民党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县市，所以那一次呢是国民党呢惨败的一次。那一次很多人就嗅到了即将要政党轮替，后来2000年就政党轮替了。那一次的选举选完了之后呢，因为我那时候跑党政新闻，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大家都在等着说国民党怎么样子的内部检讨李登辉要不要请辞啊？李登辉要不要下台负责啊？然后国民党内要不要有一个重新的气象啊？结果当时所传出来的叫做巩固领导中心，这非常八股，对不对可是你看民进党昨天的作为，恰恰就是巩固领导中心。这个巩固领导中心包括了赖清德他的路线没有改变，赖清德他的党主席会继续的留任，然后你看到这里面呢，所有的人事都是微调，卓荣泰的人事不换，坦白说行政立法的关系是不可能好，因为卓荣泰对于立法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敌意来对待，
不是说你提了一个案，那我如果觉得我有不同意见，那我这边的不会马上提一个相对对案出来，然后跟你好好讨论。比如说财划法，财政部从头到尾没有对案；比如说国军的加薪，这边呢整个的行政部门从头到尾没有对案。然后呢，你这边普发1万，这里都没有对案。就你任何的法案，这边如果你觉得争议性大，因为这中间都有1个月的冷静期嘛，可是那你行政部门有提出对案来吗？有来好好的协商吗？没有，就是一天到晚的，就他们是敌人啊，他们是共产党啊，他们是来破坏我们的团结的啦，他们是来如何如何的。到现在所提出来的预算还是这样的态度。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其实是深绿的学者哦，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严觉安袁教授。好，他当然并不是大家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可是他在民进党内的分量是很高的哈，因为在整个的台大法律系当中呢，其实他是很高的辈分。他今天写文章痛批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是帆布政权，他说用灾民的遭遇来形容。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妥。他说，但是你现在看整个民进党在这种宪政体制下的作为，就好像盖了一个帆布，就以为可以挡住风雨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种因陋就简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在行政部门当中，或许有几位阁员是真的很认真、很努力。可是我必须要说，卓荣泰不换，这个内阁是不会好。卓荣泰不换，整个赖清德跟卓荣泰的那一个对抗路线是不会改变的。而他那个对抗路线不改变，整个国际局势对台湾的压力会变得更大。大家现在在讨论的是，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大家在讨论的是，美国会如何的掏空台湾？大家在讨论的是，眼见的台海的情势越来越严峻，大家在讨论的是日本、韩国跟澳洲拒绝美国邀请，说台湾有事，他们要介入，他们都说我们绝对不介入。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局势，可是我们面对的是因陋就简，除了对抗还是对抗的内阁。那对不起，我觉得蔡英文去打气又有什么用呢？蔡英文去打气，不过就是1997年国民党的巩固领导中心的翻版而已。对啊，现在蔡英文去救驾还有用吗？现在大家在开玩笑的就是什么？之前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不是有一部那个影片吗？蔡英文把钥匙交给了这个赖清德，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结果现在是什么？哪有校长现在是把车开到要坠崖了？你现在找了一个荣誉校长来，有帮得上忙吗？你之前是诈骗吗？赖清德已经上任1年3个月了耶。结果经历了我们最压抑的是什么？现在经历过了32-0，2次大罢免的失败。民进党现在在沉睡当中。第一个人事案上面的这个整个调整，这次大罢免是谁发动的啊？柯建铭不是有自爆内幕吗？赖清德现在罢免不掉，那卓荣泰跟柯建铭这2个最重要的人，当然一定要换啊！你内阁改组，你现在在小圈圈里面玩那个大风吹，搬来搬去的，把行政院的秘书长搬去当经济部的部长，那把总统府副秘书长搬来当行政院的这个秘书长，换汤不换药。那最重要，这个行政院的院长没有换，这怎么可能人民会有耳目一新的这个感觉？刚刚我记得很好啊，明显点名啊，高雄市长陈其迈啊，我之前一直在提啊，要个强而有力的财经内阁，从行政院长开始换，所有的财经部会赶快整体这样拼起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投资前就可以好好考虑啊。更严重的是什么？现在不是有人事但现在摆不平，现在万年总召柯建铭还不愿意走啊，然后行政院长不下来啊。更严重是什么？昨天赖清德不是提了什么4大调整，有没有？他有调整吗？心态有调整吗？人事没有调整。他说立法院跟行政开始要做一部分的这个协调，要开始不要是焦土抗战。结果你看看总预算明天提的追加预算，还有明年度的总预算都已经来了，该给的东西都法定的预算该给都没有。我刚刚就提醒那个民进党的立委要特别强调一点，之前民进党提了老农津贴，你把这个津贴要提高，行政院就照给啦。以前公粮收购够了，不管是朝哪一个党提的，行政院就做啊。以前长久两边的行政立法的互动都是很好的啊。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完，你说这9年多以来，他是连人家在野党嘛，根本理都不理你。明天出现什么状况？追加预算，立法院商读过的法案哦。军人这个是修法军人要每个月要加薪3万块钱，辛苦的警消人员所得替代率、退休所得替代要提高到80%。这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定义务的这个预算你就一定要编进去。结果他不编，明天追加预算他也不送这个东西来，明年度他也不给你，
他不只看不起这个立法院哦，看不起军人，看不起警消。那请问你这个要怎么去协调？明天行政院长又来这边备询，然后他又是一样，他又跟你对立，底下当吹过，这是法律上他已经无法无天了啊！完全不尊重立法。全世界哪一个民主国家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法案，你本来就要编预算，然后现在给你追加预算的这个办法，你到现在不追，这请问这样怎么继续沟通？如果明天还没有改变的话，这怎么去沟通？所以换汤不换药，你到现在就是大家已经用32-0，还有教训你了。而且这一次你看，这一次的823哦，同意不同意都是2-1哦，碾压式的哦。结果你看赖清德跟总统有醒来吗？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继续当他的太上皇，根本就完全没有尊重民意啊。以目前赖清德总统，我想他还是他的那种性格，因为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啦。他大概还是认为说，当个少数总统，他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把那个柯主席还关在里面，那等他出来，如果说在那之前让他出来以后，为了要报仇，他可能大家还是没有办法蓝白合。他现在还是在想着，他不是团结，而是可能靠分化。那怎么样去分化？还有现在他所做的各项，像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他们只是在内部做一个好像演戏式的和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中间这个一个桥梁很重要的应该就是萧美琴。那萧美琴在这样子扮演的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要看赖清德总统到底会不会接受啦。因为今天看起来我们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很少出现。那现在到官邸，其实大概也是做样子，让大家觉得可能应该要朝派系和解，或者应该要让大家觉得说他们内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这2次的选举，其实最重要的是民意。民意应该要把它放在心上。如果渐渐背离人心，你不管是谁出来，或者你们再有什么样的一个那种效果，演戏的效果，其实都没有用。休息一下再回来。